你看啊，这个线上呢说的是网络，线下呢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专卖店啊、商场啊、超市啊这些实体渠道。这渠道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点来说呢，你看啊，一个商品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手里，中间呢经过这些什么代理商啊、批发商啊，都九的渠道。然而呢，离消费者最近的这个实体店，就叫终端。终端。小吉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笨了呀？你没接触过这些，没事的。待会儿给你开个书单，好吧？你买这些书看一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开小灶呢，办个班得了呗，加我一个。刘经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回来碍你俩事儿了？刘瑞姐，是因为我很多专业知识不懂，所以我请小吉帮我补课。但往往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能明白，但过一会儿我自己一想，就还是不明白。啊，那是。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。你这比如说，猪也不是一下生就能长出火腿，麦穗也不是一下就能变成面包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荔枝也是剥了皮儿才能吃。哎，坐下啊！刘经理跟你开玩笑呢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人呢不能太着急了，就像咱们小时候背课文一样，有时候有一篇课文特别难背，你死记硬背怎么也背不下来。但是有时候放下书本，出去转一圈，回来说不定很快就背下来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能操之过急了，要慢慢来啊。我好像明白了。哎，小吉，你刚说的这个线下包括什么？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刘瑞，恭喜啊，升职了。嗨，没什么好恭喜的，只不过是迟到的盘中之餐而已。饿劲儿都过了，想兴奋都兴奋不起来。你这是对李楠的任命不满呐？想开点吧，这明显是老板的折中之举。副总裁助理，这名字听着虽然好听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是碍于某位同学的面子而已，没什么实际作用。还是你好，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级部门主管，掌管着全国的销售团队，想想就替你高兴。你真替我高兴？那当然了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，恭喜你啊！你偷偷摸摸在这干嘛呢？你们俩别闹了啊！哎呀，你傻呀，没看出来小吉经理在跟刘经理示爱呢？哎，别闹了，你们俩赶紧吃饭。礼物都拿出来了。哎呦，那我们要一起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。现在这个赶紧吃饭去吧。我不介意啊，你可以单膝跪下或者双膝跪下都行。你也别闹了，赶紧收起来吧啊！那我现在要打。哎，别，现在别打开，回家看吧，好吗？打开看看呀！打开呀！我来，我帮你拆啊！哎呦，你俩真是心有灵犀啊！上回刘经理给小吉经理送的也是一个钱包。对呀，上回刘经理钱包里放了一个照片，我猜这钱包里工资卡。哎，别，你别打开，别打开。来看一下嘛。哎，这不是上回刘经理送给小吉经理的照片？哦，那个我俩还没吃饭呢，我饿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过来闹，我本来就想偷偷还给你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哎，别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咳嗽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现在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，你是我的，不要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送出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收回来，东西是一样，感情也一样。姐，要不然这件事咱再商量商量。你有心上人了？我确实是想这么跟你说的。去了。现在是9月15号下午3点22分，记住你刚刚说过的话。3个月以后，你一定会为你说过的话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代价有没有那么夸张？付出什么代价？
就是你的心上人3个月以后，他一定会把绿茶婊的外套给脱下来，而你，作为他阶段性的人物，一定会被一脚踢开。说的也太过分了，弯弯那么单纯一姑娘，你说人家是绿茶婊啊？你这是人身攻击。走着瞧。来，我们庆祝李楠升职。恭喜楠姐！是李总助，恭喜恭喜！哦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怎么了，珊姐？不高兴了？这事儿多大快人心啊！你看许诺费了半天劲才把刘瑞拱上去，咱们于总一出手，楠姐成总助了，爽！你懂什么呀？你们在办公室当然无所谓了，可是我在销售一线哎，那个刘瑞做事风格跟徐总一样又麻又辣。现在他一上位，主管全国销售团队，哎呀，想想我就头疼，我以后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放心吧，让他们再得意几天，等许诺下了城台，刘瑞和吉哲都发挥不了作用的。于总就是霸气。你通知人事部，做好大规模的人员储备，每个职位都放大3倍。赵总，咱现在团队应付得来，虽然公司刚进了一笔钱，但也不至于浪费吧？你懂什么呀？如果法国的业务谈下来，就算3倍的人员都装不起来。法国的业务？你那边什么情况？电商的案子搞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有了新情况，于曼妮要对许诺下手了。美妆秀的推广效果十分明显，我们的业绩直线上升，法方对此十分满意，把原来只放在欧洲销售的高端商品，现在愿意签给我们。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怎么样复制这个模式，然后朝全国推广。大家对此讨论一下思路。我建议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全国规划代理商售卖会，把我们上海的成功经验以及徐总的新方案一起推广出去。我同意，徐总。我也同意。那我们就在外滩找个酒店办吧。法国最近跟我们签约的高端产品是活泉水系列，我们可以主打水的概念。我觉得不需要在上海做，因为毕竟上海业绩这么好了。我们应该向外省发展，让外省知道我们公司对他们的诚意以及关照。没错，于总说的对。我们沪杭两地的产品都是公司直供的，所有的卖场也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的，所以不需要代理商的运作。真正需要代理商运作的应该是外部地区。说到这儿呢，外部地区能力最强的经理就是白总，如果搞定他的话，我们就相当于搞定外部地区了。这样一来，全国就都顺了。所以我建议啊，这次订货会定在苏州，最合适不过了。这个是可以考虑的。北京呢现在正值业绩爆发期，人员严重不足，我们运营部和策划部实在抽不出人手来负责这个订货会的事儿，所以呢，我建议订货会当地接待的工作交给苏杭地区的经理尹娜，这样大家就都轻松了。哼，我又被代表了。我反对。即便这次的订货会在苏州召开，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，对迪欧来说是一件大事情。如果全权交给尹娜来处理，我觉得不太稳妥。徐总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从营销到宣传，事必躬亲。现在连开组织会议都要亲自插手，徐总真是辛苦了。不过你不要忘记，迪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作为一个好的领导，你要适当的给其他同事机会。这样吧，订货会的形式和要求，徐总你尽管提，但具体执行交给当地的尹娜，策划部负责协助。
怎么了？怎么精神还打不起来了？不会是因为刚刚开会我没跟你说话，你生气了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那你干嘛掉一张脸啊？我是觉得呀，这次订货会的事情有点蹊跷。你说沈总刚一提出来，连我都还没有成型的思路，他们就一搭一唱的给安排到苏州去了，好像早有预谋。在这个公司工作呀，真是能把不疯的人逼疯，把疯的人逼得更疯，把你这么强大的人逼得现在都已经有被害妄想症了，这可咋整？你觉得是我多心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这事闭着眼睛想都知道这活不好干。你说当地的安排本来是尹娜做的，但是结果却要你来负责。哎，你说他这么着急把我们调出上海，该不会是另有打算吧？这样，你留在上海盯着李楠和 Peter， 我带着曲弯弯和吉哲去苏州准备订货会。你带曲弯弯干嘛呀？他能干嘛呀？谁说的？弯弯虽然专业能力差了点，但是他懂事儿啊，而且执行能力强。怎么了？他得罪你了？没有，我怕他把我们家小吉带跑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就因为这事儿不放心啊？哎呦，我的小瑞瑞，你放心，是你的拐也拐不走，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住。你有这觉悟，你用在你男神身上去。哎呀，我这最近这眼睛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看这个曲弯弯吧，这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说我这样，我怎么能放心他们两个孤男寡女的在一块儿？哎，打住！怎么就孤男寡女？当我空气啊？再说了，人家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怎么搁你这还情敌眼里出西施了呢？我怎么没觉着弯弯变漂亮了？你当然不觉得了，你眼睛里面有谁呀？你除了你男神，你还能看见谁呀？打住！反正我不管，你这一次出去必须替我看住我们家小吉，坚决不能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。太师爷，林经理跟你说的是这儿吗？不会弄错了吧？地址没错呀，可怎么也没见苏州分部的人呢？先办入住手续吧。行。这苏州分公司也真逗，咱们来帮他们办发布会，连个接待的人都没有，给我们安排这么破的酒店，还把咱晾这儿了。是不是咱们这次订货会的主题想搞得简朴怀旧一些啊？简朴怀旧，那这也太简朴了吧！这么破的酒店，咱们都看不上，那些代理商不得骂死我们啊！放好了，先把行李存前台吧，上去看看环境。给我吧。徐总，给代理商准备的房间套件还可以，标间实在是太差了，连柜子都是坏的。会议室我去了，简直一中学礼堂，什么也没有。咱们带的那些行架呀、LED 背头啊，根本就没法安装。而且餐饮的规格和我们计划的标准也差很多很多，价格还不低呢，138块钱一位的自助，连海鲜和牛排都没有，连甜点都没有，饮料就是些碳酸饮料，还兑的水。领导怎么办呀？地方实在是太差了，我给媒体打了一圈电话，他们一听说在这儿举行，兴致都不高。退了这家酒店，再选别的地方。这次订货会，咱们只是负责发布会当天的流程，代理商的这些什么食宿啊、接待啊，都应该是尹经理他们那边负责的。咱们这边擅自把酒店给改了，会不会有点越权啊？我就是怕咱们心是好的，人家那边会不会觉得咱们多事儿？我还是那句话，
我不能让所有人满意，我只能让我的老板和客户满意，照我的意思做吧。行。喂？什么？不，什么情况？那什么时候能送过来？不是，你不是坑我们的吗？怎么了？货运公司的，他说我们发过来准备订货会用的货品和宣传品都给扣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送过来。为什么呀？说是因为他们内部问题。这叫什么话？货运公司内部问题怎么能影响我们收货呢？徐总，你别急，我亲自去看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确保能按时送到。去吧。行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要不凯西你。我啊，快去快回吧。走了。瑞瑞，我对不住你，这真是工作需要啊。小董啊，还是你行，亏你想出这招了，嘿嘿。这么一来呀，他们还不赶紧跟咱们签合同？哼，我也是被逼的呀，哥儿几个。你们想想，咱们工作量多大？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他还克扣咱们工资，弄个什么绩效考核，每个月只给咱们60%的收入。这就算了，他还不给咱们续约。我也是没办法了呀，才扣客户的货。现在啊，咱们就看看上面怎么说了啊。就看看上面什么意思，不给咱们解决，咱们坚决不干活。对的，就耗着他们，耗着。怎么办？这么多人啊！哎，来，啊，那不是等于骗人吗？这是善意的谎言。那好吧。走。师傅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附近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啊。听说了你们和货运公司的劳动纠纷问题，我们很关注，所以特地过来采访。哦，我们正要这事儿说道，来得好，不来得巧，曝光。要不咱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。好，走，这边。太好了，有人来解决问题来了。弯弯，给你买的奶茶。谢谢，记者，你真厉害。哎呦，小意思。不过我还是挺内疚的。刚才咱们走的时候，那些师傅们还一个劲儿的给我们道谢，要让我一定要替他们主持公道。你说，现在咱们就这样走了，那些师傅们该怎么办啊？你听我说，你把视频导出来，拷在盘里，快递给货运公司，然后呢，再以记者的名义要求给采访他们。这样的话，他们的老板肯定就害怕了。原来你早就想好了呀！哎呦，就不用太崇拜我了。记者，咱们能永远这样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最默契的合作伙伴，最知心的好朋友。弯弯，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刘瑞姐也很好，还有徐总，徐总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和任何一个人不开心。怎么会呢？你想多了。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很年轻，不管是生活还是职场上，都是刚刚起步。以后大家会怎么样，谁都不知道。记者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为难。你有什么顾虑吗？不
是的，刘瑞姐和徐总是好朋友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俩感情很深，他们一定能为对方拔刀相助的。如果我们俩要在一起了，刘瑞姐就会受伤，那徐总一定会为她出头的。你也知道，我能进迪欧，能有今天，全部都是因为徐总，所以我不想。没想到你顾虑那么多。也许你觉得我太实际了，可现阶段的我，真的不敢奢望爱情。我只希望能够生存下来，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。对不起，齐哲，你别瞧不起我。不会的，我就是稍微有点意外。不好意思啊，酒店的事情是我擅专了，但我也是为了客户的感受着想，所以才换到了这里。希望你不要误会。我是无所谓了，反正都是花老板的钱。我们这些老员工啊，跟着公司从小做到大，所以节俭惯了。既然徐总执意要换，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。那就好。不过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你说，华东地区最大的代理商白总可能不会参加这次订货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次把订货会定在苏州，不就是为了他来的吗？他不来的话，其他代理商怎么想？这些意思我已经跟白总一再说过了，可是他说当日在上海的时候，你让他很难堪，所以这次要谈新品合作，除非许诺亲自登门拜访，先把条件谈妥，或许会考虑参加订货会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真是莫名其妙。这个白总之前你接触过吗？白总啊，在整个华东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影响力都巨大。他如果不来参加咱们这次发货会的话，就等于他表态不支持新政策。那么那些其他的见风使舵的发货商就更不会按照新政策来发货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咱们这次订货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看来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去会会他了。话是这么没错，但是徐总，怎么了？我之前跟 Peter 那儿打听过，这个白总他好像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。难不成他还能占我便宜啊？您别老说这种话呀。其实吧，如果不认识您的话，光看外表，您还是挺有女人味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看起来还挺有魅力的，就是说，您对自己的定位稍微准一点，别自卑嘛。谁自卑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像他那样身价的人，身边怎么会缺女人？我觉得他就是想要个面子，那我们就给他个面子嘛。你去帮我选礼物，咱们下午就去。好的。林大总有何贵干啊？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还好吧。那就好，那你自己当心点，注意身体啊。好，拜拜。还好吧？为什么不告诉林总咱们目前的困难啊？跟他说，他能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在职场的价值体现，不是向谁提出问题，而是如何尽快解决问题。就是报喜不报忧，打肿脸充胖子呗。歪姐，语气不对呀。哟，难道不顺利？呀，咋了？哎，跟我去马场看看伯爵，今天他要换马掌。为了给伯爵换个马掌，你可以请全世界最好的马掌师。生怕你的宝马受半点伤，对你的马是这样，对人呢？难道人不比马重要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要去苏州。
记着，睡得收敛一点，口水都流出来，擦擦。几点了？这都等了4个多小时了，这老白干嘛呢？哎，你好，问一下，那个白总的会开完没有？还要多久？真不好意思，白总的会议很重要，到现在还没结束，我们也不好进去催问，要不您再等一下吧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下次再来拜访白总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还有我们给他带的礼物，麻烦你转交一下。好的，我会转交的。谢谢。走吧。麻烦了。美人儿，你们那个徐总来见我了，不过我没见他，哎，我就让他那么干等着，怎么着，够霸气了啊！想不到堂堂一个白总，连一个小姑娘都怕，见都不敢见呢。切，我怕他？开玩笑，你认识我老白那么久了，我除了你，我怕过谁？我告诉你，许诺可不简单，你小心一点。哟，美人儿，你这是关心我呢？我就说嘛，其实你心里可疼我了，就是嘴上不好意思说。你放心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他嘚瑟不起来。这迪欧还是我的地盘呢，他不都3番2次让我下不了台，私底下就更别说。感情那个李楠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许诺老欺负你啊，他奶奶的，敢动我的人。谁是你的人啊？早晚的事儿，早晚的事儿。你放心啊，这口恶气我肯定替你出。我让他知道，敢惹我白尔博的人，哎，是个什么样的下场。白尔博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要说啊，反正下手别太狠。这个我知道，你放心啊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哎，美人儿，这次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，那到了上海你得请我喝一杯。好好表现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好嘞。白总，徐总到底还是年轻啊，做事情缺乏耐心啊。等了一会儿就走了，这一会儿是4个半小时。等几个小时算什么了？有人为了见我，拿扑克角在我公司等2个月也是经常事儿。那是追债的吧？徐总还真幽默啊。本来我下午呢是可以见你的，但临时有点事儿，到现在没处理完，还请见谅啊。这样吧，晚上9点钟你到翠湖别院来，我在那等。什么情况？约了9点，在他的会所见面。这鬼家伙肯定有什么坏点子，你不能去啊？我非去不可。什么意思？先喝酒，再聊事儿。这些都要喝吗？这第1杯是见面酒，得喝；第2杯是接风酒，该喝。至于剩下这些呢，那就是交情酒了。交情深多喝，交情浅就少喝。在咱们中国，能让2个人迅速成为朋友的，那就是喝酒。至于今儿这酒能喝到哪儿，那就看徐总把我白尔博当不当回事儿。这解酒药，到时候看如果情况不对，赶紧撤。要是事儿没办完怎么撤呀？你尽量点，掌握好时间。放心吧，加油。好样的，徐总爽快，对我路子。现在我们可以谈其他的事儿了吧？当然可以。那我想问问，
白总对我们这期的代理商有什么意见？啊，你们这个新产品很好，我很感兴趣。但是你们这次的那个销售政策比以前苛刻多了，全部要现金订货，而且还取消了账期，甚至连当地的公关推广费都让我们来出。怎么挑现在这么缺钱？这跟钱是没有关系的。以前代理商存货，拿我们的账期去周转，等到真正要付款的时候，再拿一些临近效期的货去做抵押，搞得我们坏账增多，也有极大的货物损失。现在这个新政策其实就是筛小户保大户，只要按照我们的政策来，完成一定的订货量，我们就可以授予独家。这对代理商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。这话虽然说的没错啊，但是这么一来，那我占押的资金就多了。这其实就要看白总您怎么想了。如果整个华东地区都握在您手里，那就等于是掌握了几百家一线商场的化妆品命脉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排他性的品牌政策，让您在渠道上更有发言权，不是吗？有点意思。如果白总您犹豫，那么我想，现在手里有钱却没有渠道新入市的客户也有很多，只要他们出得起价钱，我们迪欧分公司会全力负责推广，商场也会见风使舵。毕竟商场看重的是迪欧旗下几十个国际品牌，而不是中间的代理商。哎呀，徐总这番话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很有一点威胁的味道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白尔博最不喜欢别人威胁我。哎呦，白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只是把新政策的优势和危机给您做了一个分析，决定权还在您手里。其实要合作也不是不可能啊，但是什么？把酒喝了我就告诉你。要喝，我们一起喝。好。情况不对劲儿了，记者，拜托你一定要按时出现啊，拜托。时间正好，咱们现在去估计来得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胃痉挛，老毛病了。我等会下去买点药就好了。你都成这样了，买药有什么用啊？我带你上医院吧。慢点，慢点。走。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来这一趟。我感觉很不好。我相信第六感，况且这次订货会对公司很重要。你作为老总，你本来就应该去的。我跟 Manny 有个约定，这次订货会如果效果好，他就全面放手公司的业务。但是他不希望我帮着许诺，我答应他了。这一次我不到现场，我跟他一起在上海等结果。哼，我就觉得这事情里也有蹊跷。我了解许诺，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他接电话的语调是上扬的，反之则没精神，所以他应该碰到困难。情绪这么外露也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你应该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这一切。怎么回事？都几个小时了，一直不接电话。吉哲呢？他们应该在一块儿吧？你要不打给吉哲？喂，记者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哎，护士问一下，内科在哪？往里走就是了。好。哎，林总，许完病了，我带他来医院了。什么病啊？要紧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胃痉挛老毛病了。徐总跟你们在一起吧，让他接电话。坏了，我误了大事了。什么情况？坦白讲，
我已受人所托，不能跟你签约了，除非有非签不可的理由。什么是非签不可的理由？你把衣服脱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把酒喝了，我就告诉你。哦，哦哦，呀！衣服也脱了，酒也喝了，你说？来喽！接着喝，来，啊！徐总，厉害！这个才配。哎呀，好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记者，我这可是最后一招了，你不会关键时刻掉链子吧？怎么还不来？哎呀，来，该你了。快，你看我干嘛？啊？许诺，许诺，阿尔伯，我是陈思泽。怎么办？小琪，你来了，我们走。许诺真是太傻了，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，事儿就大了。跟白尔博喝酒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我都喝不过老白。好在今天没出什么事儿，今天要是发生什么的话，我会怨恨自己一辈子的。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教训他。你留下来照顾他，白尔博那边我去。你去？你不会还惦记着你的签单吧？
您很清楚白尔博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他，华东市场就要瘫痪了。任之泽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你的生意？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心的人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？就算你不爱许诺，就算他只是你的下属，今天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还无所谓？就是因为我在乎他，所以我要去。我不会让他受委屈，我也不能让他的努力白白被牺牲。沈日子，我希望这一次订过会以后，你能给他一个解释。你欠他这么多钱，你该怎么还？你该给他一个答案了。这个答案，我也想知道很久了。谢天谢地。佳琪，徐总没事吧？没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许诺呢？面对您这么大的客户，指派销售总监来，我怕不足以呈现迪欧的诚意，所以我亲自来。少在这说客套话，你来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真想谈生意，应该让曼妮来。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打算跟迪欧做生意了？你们这合同我看过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我呢想换换口味，与其跟你们合作，还不如看看其他的合作方，没准会碰出新的火花来。您要真看过这份合约了，您就会知道迪欧很有诚意，给了您业内最低的折扣价。我一直以为白总跟我一样是个商人，利字当头，没想到您不爱钱，是寻求什么火花？哎呀，那个钱吧，也不是不重要。我看一眼，我多大忘了。钱固然重要，但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还是希望有点挑战，这个都没有发挥空间，差不了。明白，没事儿。那我就让于曼妮去找孙总跟严总。我听说他们两位对我们这份合约还是挺感兴趣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等，你刚说什么？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，为什么不让许诺去啊？许诺连您都拿不下，明显能力不足吗？那是，一小丫头片子想搞定我，再练100年吧。沈志泽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，那没一个靠谱的。那个孙总就是个老色鬼，曼妮见了他肯定会吃亏。还有那个严总，天天给咱那傻儿子找媳妇呢，万一看上我曼妮怎么办？不会吧，这是工作，要真说过分，您昨儿对许诺做的不算过分吗？我这门怎么坏了？应该庆幸门坏了好修，要是人坏了，那就不好修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我的地盘你还敢撒野啊？撒野？不会。您觉得我威胁您吗？我也不会，我就是来谈生意的，我从来不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你少在这拐着弯骂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你不爽，我就要整许诺，我就要为我的美人出气。怎么了？你咬我，来，咬我！我就等您这句话。您不打算跟我们做生意了是吗？您想帮于曼妮出口气儿？来吧，我陪你练练。你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斯文人。斯文？
比昨天对许诺做的叫做斯文。我可有保镖啊！来，把这疯子给我弄出去！慢着点。你还谈不谈生意啊？你不是要出口签吗？真谈生意？好的，签吗？签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以尽情的想象。你不会那么禽兽吧？趁我喝醉了。哎，不是我禽兽，是你禽兽，这点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昨天你一看到我就来扑我，我想走你都不让。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你是不是要对人家负责？我对你负责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别激动，听我说，没有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啊，别说你睡得像猪一样了，就算你脱光了在我面前，也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。你，再说一遍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这样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他。那你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白尔博的会所？昨天白天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听你的语气就不对了。我心想你可能应该有心事，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想到还真被我们碰上这样的事了。你也太冒失了。还是你了解我，谢谢。不对啊，我总觉得昨天好像听到沈总的声音了。没错，他的确跟我一起来了，所以你那些德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他紧张我吗？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吧？不是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本来安排的好好的呀，我先进去，然后记者晚30分钟前来拉我，谁知道他没去啊，而且那个色狼一直在灌我酒，还好拿出了杀手锏，用深水炸弹灭了他，要不然真惨。哎呀，我那个合同还是没有签下来，真是出师不利。白尔博这次也太过分了，如果我们没赶到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。不过合同的事儿你放心，有人已经帮你搞定了，晚上等着开发布会吧。你一点不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啊？白尔博这么对你，你老板一心只想着合同，也不替你出气。他替我把合同拿下，就是替我出气啊。你想，我都那么辛苦了，要是没有拿下合同，那我不白忙活了吗？再说，全公司人这么辛苦，都是为了搞定这一单，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委屈就毁了整个宏图大业？如果他真这么做了，我只会觉得他没脑子，幼稚。你们还真是一类人。换做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。你说我没脑子也好，说我幼稚也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莫名其妙。凯西，今天的发布会真是太炫了！那开场的歌舞表演我都看傻眼了，还有那模特身上穿的那丝绸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在灯光底下会发光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白氏集团花了8000万现金才买断这个憨厚茶蕊系列在苏杭2个地区的总代理独家代理权，这沈总不得下点血本表示诚意呀？我这心里啊，现在还砰砰砰的跳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烟火表演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比我过年的时候看的还好看。哎呦，你行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没见过世面似的。咱们进了迪欧以后，还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排场，别说弯弯了，就连我心里边还稍微有点不能平静。
不过，徐总确实是厉害，这么难缠的单都被他拿下来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单子最后能搞定，还是因为沈总吧。看徐总都喝成那样了。说起来也怪我，关键时刻没给力。要这么说，最应该怪的还是我，那个时候居然胃疼。哎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呢？怎么还演上苦情戏了？照我说呀，这一单能谈成，徐总可是拼了命的，要不是他打好前站，能不能谈成还真说不定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跟徐总是跟对了。说的太好了，来，咱们干一下橙汁儿，为了咱们自己，为了徐总，也为了迪奥。干杯！干杯！我刚给尹娜打电话，她说发布会出奇成功，我就奇了怪了。你说许诺命怎么就那么好呢？白总那么精明一个人，怎么就在他手里了？这个白二伯。美儿啊，那个发布会你看了吗？我是不是特帅呀？那个我确实一直为你出气来着，昨儿我都把许诺喝趴下了，都怪沈志泽那个混蛋突然来了。咱们感情归感情，生意归生意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签，你还得辛苦的去低三下四跟别人谈，那我怎么舍得呢？啊！所以你千万别生我的气，回头我去上海请你喝一杯，我当面跟你好好解释。滚！怎么办呀？上海直营市场已经在他手里了，现在外部的局面又被他掌控，我们实在太被动了。我能怎么办啊？难不成开瓶香槟帮他庆祝一下，然后公司让他掌握大权？于总，我们其实还有希望。这样，我给尹娜打个电话，让她把那笔钱汇到指定账户上。我们有必要还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啦，撞击回大院得了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走运。没错，我也不信。那我就给尹娜打电话去了。这次的销售会，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现场签约金额已经达成了全年销售任务指标，而且还有超过。在此，我代表公司感谢各位的辛勤付出，大家辛苦了。苏州分公司是此次订货会的执行方，不知道徐总对我们这次的配合还可满意啊？总体还挺满意的。徐总这话说得很含糊啊。在我看来，这次的活动虽然结果很成功，但是过程并不是很愉快。我很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要临时改变会议场所和代理商下榻的酒店呢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是，您是已经同原有酒店解约，搬到新酒店之后才通知我的。您这不是在跟我商量，我知道的时候，这已经变成事实了。娜姐，情况是这样的，之前订的酒店呢，性价比不高，环境差，价格虚。徐总是怕影响到这次活动的效果，才临时更改的地方。你这是在指责我们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吗？误会了。既然徐总考虑问题这么周全，那一开始为什么不交代下来呢？我们在当地联系度假村的时候总可以说吧。临时改章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那个，现在活动圆满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林总，细节不仅关乎于结果，更关乎于人品呢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徐总，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？新酒店原本是可以给我们再打一个折扣的，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打？据说那20万块钱已经打到你的指定账户上了，你能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沈总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我来说两句啊。咱们迪欧呢是销售型企业，
又是龙头老大，如果像徐总这样的高管都可以以权谋私，沈总又睁一眼闭一眼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大家谁还会拼死拼活的给公司卖命啊？那说啥都没有用了。是啊，这个事情要是不说清楚的话，会让大家疑惑，您鼓励的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徐总，你手机有短信。20万，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老板给你的奖励啊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这谁深更半夜给我打20万？那要不就是别人打错了。让我想想。弯弯，麻烦你帮我回答一下尹经理的问题，顺便给大家解惑。好的，徐总。这里是尹经理和之前酒店签订的协议，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我们向对方预订了100间房间和夜会厅，后来又需要更换酒店，当然要向对方做出赔偿。经过协调，除了尹经理付出的定金之外，我们还要向对方付出20万的违约金。正好新酒店做出20万元的让利，徐总就让新酒店直接汇给了原来的酒店，这里面有往来的凭证。徐总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不希望公司蒙受损失，另一方面也希望把苏州办的失误尽量淡化。徐总给苏州办留尽了余地，尹经理仿佛不太领情，倒是误会了。原来的酒店需要赔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尹经理啊，我觉得您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徐总不点破这事儿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不希望老板觉得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做不好就是做不好，我不需要你来替我粉饰。我这么做不是在替你粉饰，是在保护迪欧。这次以华东地区为阵营，辐射到全国的新品发布会，是试金石，也是演武场。通过它，外界都在看迪欧的销售能不能打好这次硬仗。因为不管平台和局面有多好，团队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能让外人看到我们内部有问题。好了，各位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反正大家呢都是替迪欧在做事，咱们还是以和为贵嘛，对吧？我没有要求各位成为闺蜜或者是知己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们绝对是战友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互相支持，不要彼此拆台。类似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好了，一切的不愉快就在这里翻篇吧。咱们说点实际的，沈总，这次的业绩这么好，是不是及时的给大家派发奖励啊？我已经通知财务部，所有的奖励会在72个小时里面打到各位卡上。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意思？那笔回扣，那笔钱是你打的？是，但钱不是我的。不管是谁，钱都已经充公了。你们还真是大手笔啊！为了回我，真舍得下注。你都知道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昨天夜里啊。好在我收到了入账短信，否则这黑锅我还真是背定了。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识破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布置好一切，不声不响的反击。其实这次到苏州看到你订的那家酒店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订这么一个破酒店，对你对迪欧都没有好处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我看到了短信，我才明白，一切都是为了陷害我。你们算准了我看不上那家酒店会换，
所以就布了局。就这样，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猜到？还有，我从来不会轻视我的对手，我知道云蛮妮会算计，这次的局就是他布的。奉劝你一句吧，没必要裹挟在无谓的斗争中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把市场做透了，以后回想起来也不至于白白的浪费青春。最好的时间是在做事，而不是宫斗。你答应过，在订过会之后，给许诺一个解释。现在是时候了。唉，徐总，林总请我们去同里古镇玩，一块吗？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行，我也不去了，我约了几个同学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去不去？我陪徐总吧。你别陪我呀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哪儿都没去玩过，你去转转呗，跟他们一块儿。真的啊？那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啊？吉征你就别去了吧，你在酒店陪我吧。啊？陪你啊？不是，那你们那个注意点。放心吧，丢不了。那走了。吉征再见。